中国武器的老客户尼日利亚日前收到了中方赠送的歼15战机模型，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侧卫战机即将出口？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2年来，出口销量相当火爆的国产外贸战机又传来了新的消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管理团队前不久刚刚抵达了尼日利亚，同尼日利亚军方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会谈。在披露出的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我国军工代表向尼日利亚军方现场赠送了一架中国国产侧卫系战机的模型。从模型的外观特征来判断，这架既有压翼又有尾钩的国产侧卫战斗机很显然是我国海军的歼15舰载战斗机。那么如此一来，就衍生出2个问题：中国国产侧卫战机这么多年来从未出口，难不成现在要首开外贸大单了？以及尼日利亚海军又没有航母，真要采购了歼15舰载战斗机又有什么用？首先要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尽管军迷圈子里有关中俄签订了中国仿制的侧卫系列战斗机不得用于出口协议这事，一直以来都传得很广，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表明确有此事。能够佐证中国国产侧卫系列战机可供出口的例子同样也有。在此前的珠海航展以及莫斯科航展上，中国军工都曾在展台上展示过包括歼11、歼15、歼16等多型号国产侧卫系列战机模型。按照我国军工外贸出口的一贯传统，能摆上展台的东西就能外销出口，并且国产侧卫系列战机也是不止一次参展，没有什么中国国产战机还不能拿去外销出口一说。只要有客户有采购明确意向，生意到最后能谈拢，价格合适，国产侧卫系列战机也是可以作为外贸装备卖出国门的。再来说说送歼15战斗机模型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我国军工代表向尼日利亚军方赠送歼15模型这件事，并不是说尼日利亚真的要采购歼15，或者说对歼15有什么明确的采购意向。在我国军工对外国客户赠送军事模型的过去几次可参考案例中，也曾出现过赠送的模型和实际采购的机型不相符的情况。譬如说，此前巴基斯坦空军就曾收到过中方赠送的歼20隐身战机模型，但巴基斯坦空军显然不可能真的采购歼20。巴基斯坦空军拮据有限的空军军费，就是搞全军募捐省吃俭用，也凑不出来能养得起一支重型双发隐身战机机队的钱。到最后，巴基斯坦空军实际采购的也是我国的歼10C 战斗机，并非是此前赠送模型的歼20。这实际上已经足以作为例子说明问题。此次向尼日利亚赠送歼15战斗机模型，更多的还是一种代表意义，寓意两国的军事合作能向着更加积极深化的方向发展。现如今的尼日利亚可谓是中国武器的大客户。尼日利亚陆军采购了我国的 VT4 主战坦克、猛式装甲车、轮式装甲运输车以及突击炮，连带还有大量的中国制造轻武器。尼日利亚空军则是采购有中国制造的歼7战斗机，此前还更新了一批枭龙 Block 2战斗机，提升战力。尼日利亚海军亦有采购中国外贸出口的巡逻艇，先前还曾收到过中方赠送的退役巡防舰。可以说，中国与尼日利亚之间的军事合作是广泛且深入的。有着如此良好的合作基础，现在中尼两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洽谈一些更高端的防务合作项目也是未尝不可。歼15作为舰载战斗机，从实际需求和运营成本来考虑，确实不太符合尼日利亚空军的现实情况。但如果是歼10C，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光景了。作为单发中型战斗机的歼10C，兼顾制空权夺取保障与对地战术打击轰炸等多重职能，拥有较为优秀的先进多用途能力。
尽管在不携带副油箱前提下的作战半径上略有不足，但以尼日利亚的国土空域面积而言，也已经够用。性能上完全能满足尼日利亚空军的实际需求。价格上，本着中国武器一向物美价廉的惯例，也不算昂贵。可以说只要客户有需要，在枝繁叶茂、品种齐全的中国国产武器中，就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相信作为中国武器老客户的尼日利亚，这一次也能满意好评。